中国发展和改进武器装备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特定目标，不会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完全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于中国航空母舰的后续发展计划，我们将按照国家安全需要和装备技术发展情况综合考虑。罗某当时就是来到了此处，然后进行了观察之后，在这个地方放飞了无人机。因为当时知道福建舰在我们上海建造，然后我就很想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它的一些建造的情况。根据中国海军最新消息显示，福建舰航母歇脚甲板上的第3条电子弹射跑道的工棚已经拆除，电子弹射器轨道露出真容。这条电子弹射器可能用来弹射隐身舰载战斗机、舰载无人机、舰载预警机等多种新型舰载机。毫无疑问，这次拆除电子弹射器的施工工棚，明显就是为该舰首次海试做准备。福建舰拆除弹射器工棚，这种速度赶超美海军肯尼迪号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下水时间相比福建舰提前3年。在福建舰拆除弹射器工棚时，肯尼迪号甲板上的电子弹射器工棚仍然没有拆除，这也印证了福建舰航母的进度已经走在了美海军肯尼迪号航母的前面，其西装效率已远超越美海军航母。按照正常进度，81建军节前，福建舰应该会进行首次海试，年内应该会在港内弹射配重小车，弹射完小车才会再弹射真机。先是歼 15T， 然后是歼35和空警600。福建舰航母长320米，宽76米，满载排水量约9万吨，耗费6万吨钢材，500亿人民币，投入5000名工人。建造6年得以完成，其配备了2台 QC280ICR 燃气涡轮发电机，4台16 PCR 6B 柴油发电机，150兆瓦电力，30节最大航速。福建舰还配备了3台全球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包括最新型的歼35隐形战机，其共计可以搭载60架各种舰载机。它还配备了4个 S 波段 346A 型雷达，4个 X 波段 AESA 雷达，均为目前全球最领先技术。福建舰计划编配2艘055型导弹驱逐舰，1艘095攻击型核潜艇，3套最先进的海虹奇石防御型舰空导弹，以及3座每分钟1万发射速的1130型近防炮，其火力立体覆盖直径达到1000公里，是名副其实的海上霸主。按照官方报道，福建舰将于2025年服役，这一时间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海军的第2艘福特级航母肯尼迪号的服役时间。从时间上来说，这2艘航母的建造、海试和服役时间几乎一致。福建舰于2016年开工建造，2022年下水，如果算上2025年服役时间，总共耗时9年。而肯尼迪号于2015年铺设龙骨，美国海军预计将在2025年交付。如果不算服役时间，肯尼迪号的交付时间几乎和福建舰的服役时间一致。今年3月，美国海军协会网站称，美国海军本来打算在肯尼迪号上采用双阶段交付方式，即海试任务和舰载机部署一步到位，肯尼迪号建成后就能尽快投入部署。这种交付方式的灵感来自于福特号。福特号建成于2013年，2017年服役，但在海试期间故障频发，直到2023年才勉强形成战斗力。所以，美国海军至今不敢将其部署在印太地区，而是打算先让福特号前往较为安全的地中海练练手。也正因为福特号磕磕绊绊的海试周期，美国海军希望肯尼迪号的海试任务能一步到位，尽快形成战斗力，以取代老化的尼米兹级航母。但是，肯尼迪号的建造工期被额外增加2年。
这个结果激怒了美国国会。虽然经过美国海军与国会协商后，国会同意追加120亿美元拨款，但美国海军放弃双阶段交付方式，继续采用传统的单阶段交付，即海事任务和舰载机部署分开进行，以缩短航母建造工期，使其尽快交付。尽管如此，如果考虑到福特号磕磕绊绊的建造工期和海事时间，肯尼迪号能否按时交付还是个未知数，其服役时间也就遥遥无期。所以，到2025年，世界上第2艘电磁弹射航母恐怕仍是中国海军的福建舰。衡量航母战力水平的指标自然是舰载机。中国虽然有了辽宁舰和山东舰2艘航母，但因为没有弹射器，舰载机只能靠滑跃起飞，战斗力远远低于美国靠弹射起飞的舰载机。原因很简单，滑跃式起飞为了保证起飞速度，起飞质量就要受到限制，飞机并不能加满油、挂满弹，大大限制了舰载机的战斗力。而弹射式航母则不一样，战机起飞重量大大提高，而且起飞时无需考虑风向和母舰航速，可以直接起飞战机，这就决定了滑跃式航母无论是战机起飞效率还是飞机战斗力都无法和具备弹射器的航母相比。福建舰的出现打破了美国对弹射器技术的垄断，而且出道即巅峰，直接采用了电磁弹射器，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成为世界上唯2的电磁弹射式航母。电磁弹射最大弹射重量可以达到70吨，把一架50吨的战机在3秒内弹到130节的速度，这也就为航母搭载重量更重、战力更强的战机打下基础。福建舰是中国第一次拥有了大规模远洋火力输出能力。航空母舰的发展水平就是一个国家的海战水平。对于一个海军强国而言，先进战舰的数量和质量尤为重要。这早已在2战中得到了印证。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折损了日本大半的航母，美国航母独霸全球，再也没有遇到能与之抗衡的对手。这种情况直到80年后的2022年6月17日才宣告终结，因为这一次中国航母福建舰的水平直接冲刺到了和美国几乎平级的水平。有了福建舰，中国在任何海域都有了一个直径1000公里的火力覆盖圈和战场感知圈，可以应对绝大部分海外危机。3航母时代让中国真正达到美国的航母战备标准。值得注意的是，福建舰海事工作除了电磁弹射备受关注外，还有一个看点很重要，那就是歼35上舰测试。歼35是中国第2款5代机，也被认为是中国第1款第5代舰载机。其最大起飞重量28吨，最大飞行速度1.8马赫，整体跟美海军 F-35C 舰载机相同。歼35标志着中国海军进入隐身时代，美海军在隐身舰载机的优势宣告着不复存在。罗某当时就是来到了此处，然后进行了观察之后，在这个地方放飞了无人机。在这里起飞之后，往这个方向飞行了800米，就到了他需要拍摄的地点。自从福建舰航母建造开始，它就成为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甚至遭到偷拍。在2021年底获知福建舰即将下水的消息时，上海某男子就开始购买远程高清摄像无人机，准备对福建舰进行非法拍摄。因为当时知道福建舰在我们上海建造，然后我就很想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它的一些建造的情况，亲眼目睹福建舰，这样的话，在我的军迷圈里面，我也有比较好的谈资，我感觉到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罗某不但非法拍照，其后又将照片上传到网络进行炫耀。他的行为早已触犯国家安全法，很快被警方抓获。军迷朋友拍摄的航母照片和军事设备有2个特点：一，它的时间是当下的；二，它是高清的，可以展现更多设备细节。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以据此判断我们航母建设的进度，分析出重要敏感设备的性能参数。经相关部门鉴定，罗某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涉及2项机密级军事秘密以及1项秘密级军事秘密。
最终，罗某因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1年的有期徒刑，缓刑1年。近年来，某些境外势力加强了刺探解放军情报的频度和手段，某些人员甚至被策反，出卖国家机密，导致国家遭受巨大损失。因此，保护国家安全，及时举报间谍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